毛竹是诞生在中国，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什么时候桑树开始传到了欧洲？豆腐是怎么带到日本去的？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是把中国植物讲给世界来听，这样系统的、全面的来介绍中国植物，也是中国拍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植物纪录片是最少的，人们先看的首先是人，其次是动物，再其次才是植物。BBC 最早开始拍摄，它这个国家才有多少种植物？4000多种。中国植物已经认知的是35000多种，占世界的1/10了。文明来自于植物，光竹字头就270多个字，《诗经》里面还有100多种植物呢嘛，《红楼梦》里没有植物，这《红楼梦》是不存在的。一共是10集的纪录片。我们的摄制组一共走了27个这个省市，然后还有国外的7个国家，102位摄影师，就是朋友介绍朋友，一点一点的这样来去找。前后的拍摄3年多了。第一集呢叫《植物天堂》，完整的来介绍，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有多少种植物的形态。紧接着就有5集的给每一个大宗植物来去做的，水稻第1，茶树第2，桑树第3，大豆第4，竹子第5。花卉放在最后一集，花其实就是那植物的生殖器，它是为了传宗接代的，它不是给人准备的。人们对赋予它的东西太多了。有一批到中国来寻找植物的植物猎人，为整个的植物物种之间的迁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威尔逊这个人，他到中国来去寻找鸽子树，一共来了大概有15年左右。威尔逊回来以后啊，就把这个猕猴桃的果子呢，就在欧洲人住的这个就是在流传，就给他们吃，分享他的采集成果。他认识中国4000多种植物，他带走了200多种，给世界贡献最年轻的水果就是猕猴桃，就在新西兰开始孕育成功了。青藏高原对于中国植物来讲太重要了，除了南极、北极之外，它叫第3极。青藏高原的隆起诞生了中国的水系，我们桃树的故乡、桑树的故乡都在那里。我们拍的1600年的桑树就在那个地方，像塔黄、像绿绒蒿，都是在4000米以上、6000米以下，有在流石滩上，又是高海拔，人们的反应、智力水平就会降低，就会难度很大。我们能够找到最厉害的这种相当于几十层高的那种楼房的那样的望天树，能够拍到长在这个树的这种最高的一种花，大树杜鹃的几十米高。在新疆你能够拍到600年的苹果树，在浙江天目山你会拍到5世同堂的银杏树。微观拍摄，我觉得这次应该说是给中国的纪录片提供一点点的这样的一种借鉴的东西。整个的中科院一共给了我们3枚，那都是上1000多年的古莲子。在切这个古莲子的时候，手是发颤的。我的这个是在南京炮兵指挥学院学指挥专业的。小时候，河北唐山在长城脚下，几乎放眼望去都是跟植物、作物打交道。在当时，你并没有觉得它多么的可贵，因为你是急着奔跑，急着要逃离家乡的那样的。你偶尔开始回头望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审美是从哪里来的？
我很主观地认为是我儿时的那种成长的环境。我觉得中国植物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孕育了我们整个的文明啊，塑造了中国人甚至是人类的审美。植物是万物的子宫，不是我也是别人将来会拍摄植物类的纪录片。